1个月前，陈兰兰凭借无痛手术爆火，无数患者涌入医院，甚至要靠拍卖才能抢到她的手术名额。而我却因为她的一次次手术，疼得没办法工作。陈兰兰，不要再做手术了，我太疼了，我真的受不了了。师姐，这次手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你不能因为你是主任医生来给我这个实习生打下手，就嫉妒我，不想让我继续手术吧？秦媛媛自己装病旷工也就算了，还想妨碍别人。这手术台上是首富的千金，你得罪得起吗？啊，院长，可是什么？你又想说陈医生做手术把疼痛转移到你身上这种鬼话？疼痛转移？师姐，你就算是眼红脑技术，也不能编这种荒唐的理由来污蔑我。院长，我没有，你相信我，你不要听陈兰兰的，我没有，你相信我。看你就是嫉妒陈医生比你优秀，所以才编出这种胡话来。陈医生，抓紧手术。不要。陈兰兰，我求求你，你真的不能再继续手术了，不然我真的会死的。师姐，脑组织摘除手术真的非常难，你再耽误下去，首富千金可能因为脑缺氧而死亡的。这秦大夫的嫉妒心怎么这么强啊？不分场合的搞破坏，这心也太黑了，一点医德都没有。从今天起，你被开除了。安静，这个呀是我从国外挖回来的神医陈兰兰医生，医术超群，做手术不打麻药也不疼，术后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我竟然重生回到了陈兰兰爆火的这天，这一次我一定要找到真相。我竟然重生回到了陈兰兰刚来医院的这天。有这么神吗？我做手术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不打麻药可以无痛手术的。还没有后遗症，神医啊！我儿子需要的骨髓穿刺，我出20万，求你先给我儿子做。哎，我出30万，先给我做。患者当然没有疼痛，因为陈兰兰把手术的疼痛和后遗症全都转移到了我的身上。这一世，我一定不会让他得逞。我一定要搞清楚陈兰兰到底是靠什么来转移疼痛。师姐，一会儿我要去给那个显患者做个骨髓穿刺。院长说咱们医院血库急需 RH 阴性血，我记得师姐好像就是 RH 阴性血吧？你愿不愿意给他献个血？师姐，真是辛苦你了，你和那个小孩都一样是 RH 阴性血，真是缘分。你放心啊，等我做完骨髓穿刺，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感谢什么呀？我们做医生的哪能见死不救啊？快去吧。问题难道是出在那袋血上？陈兰兰不知道用了什么邪术，靠把我当血包，才能转移我和患者的疼痛。师姐，这医者仁心，你该不会是不愿意吧？不行，这次我绝对不能让你得逞。不好意思啊，师妹，我这2天重感冒了，吃了抗生素，可能不太方便献血。师姐，你刚刚不还好好的吗？难道是师姐不想献血，所以编出来的理由？师姐，你不能因为我的无痛手术抢了你的风头，就不拿患者的生命当回事儿吧？我从业那么多年，每年医院的献血需求，我都积极配合。我为什么会为了拒绝献血而编造理由呢？
秦医生这些年一直都是咱们医院的献血标兵，爱心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呀。师妹，你为什么非要逼我一个病人献血呢？甚至说我在撒谎？难道说你的那个血包里面有鬼？师姐，你说笑了，这血包里面能有什么东西？有没有问题，你自己心里清楚。哦，我好像想起来了，师妹，你也是 Rh 阴型血对吧？既然你说医者仁心，应该很愿意给患者献血吧？我不能献血。陈兰兰这么害怕，看来我猜的没错，问题就出在那点血上。为什么不能献？师妹，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医者仁心，他可是你的病人啊，为什么不给他献血？连这点忙都不愿意帮吗？陈医生，我孩子的病情拖不得，是不是20万太少了？我说50万，不，100万。不是我不愿意献血，是我最近熬夜加班研究无痛手术，有些贫血。陈医生，一点贫血没关系的，咱们做医生的吃点苦也是应该的。师妹，你不会是因为不愿意献血，所以故意找理由吧？陈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这种血型非常罕见，只有你能救我的孩子了。我求求你了，求求你！好，我献。陈兰兰，这一世没我给你当血包，看你还怎么把疼痛转移到我的身上。我这一世根本就没有给别人献血，怎么还是一样的结果？妈妈，陈医生好厉害！刚刚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都已经不疼了。天哪，骨髓穿刺这么大的手术，竟然一点疼痛都没有，而且患者马上就能下床了。陈神医是神医啊，哪怕出1000万，我也要陈神医给我做。难道我还是要难逃上一世的命运吗？不行，我一定要找到转移疼痛的真相。琪琪，你立马买一个针孔摄像头，关陈兰兰的号，把针孔摄像头藏在她的诊室，快！月月，你感觉怎么样啊？啊，没事了，琪琪。那件事情怎么样了？我收到了你的消息，便买了针孔摄像头，约上了陈兰兰的诊号。哦，对了。这次我一定能抓住破绽，这监控视频就是戳破真相的关键。怎么会没有一点异常？哎，你别说，这个陈兰兰还真的有点东西啊！她连片子都没拍，二话不说就要给我针灸。你看她那个针灸毫无章法，我竟然一点都没感觉到疼。我的腿，陈兰兰扎的那些穴位，每一针都扎在随时可能让神经坏死、让人瘫痪甚至致死的穴位上。他根本就不懂医，他这分明是在害人性命。哎，月月，哎呦，他再这么下去，我还是难逃一死。你还没好，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找院长，我要辞职。哟，这不是秦大夫吗？怎么不在病房躺着装病了？估计是嫉妒陈兰兰收到患者家属送的锦旗，快堆成山了，躺不住了，要回来继续坐班了。上一世，陈兰兰每次做手术，我都在医院，所以那些疼痛才会精准地转移到我的身上。这一次，如果我远离陈兰兰，和她保持足够的距离，是不是就不会被转移了？秦月月，你说说你，这周已经无故旷工多少次？
啊！你已经严重的干扰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等死。我不干了，我要辞职。辞职？秦月月，你不能辞职。我辞不辞职，跟你有什么关系？师姐，我只是觉得太可惜了。咱们医院可是全国顶尖的，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来呢。你就这么放弃，那也太不值了。怎么我一说要辞职，陈兰兰就如此紧张？院长，我已经想好了，这是我的辞职报告。秦月月，你现在天天上班装病，我没开除你，已经够给你面子了，你还有脸跟我提辞职？他还真是不知好歹。陈大夫每天从早到晚连轴转，手术一台接着一台的，他倒好，就知道耍脾气装病。我看呀，他就是没本事，嫉妒陈大夫能无痛手术，怕人家陈大夫晋升速度太快，抢了他晋升主任医生的位置。师姐，你是因为怕我威胁到你晋升，所以才拿辞职去威胁院长？我可以跟院长向你求求情啊，让把这次升主任医生的名额让给你，别生气了好不好？难道真的像兰兰所说的，是因为他晋升太快，威胁到你，所以你拿辞职威胁我？啊，好，滚吧！留在我们医院也是个祸害，我敢保证，让你以后在整个医疗界都混不下去。比起职业和梦想，找到真相活下去更重要。月月，你家地址被人曝光了，全网都在声讨你没有医德。但是我相信你，你绝不可能这么做。谢谢你，琪琪。你呀，既然辞职了，现在就什么都不用想，趁这个机会啊，去三亚好好放松放松。陈兰兰，我就不信我这次彻底远离你，你还能把别人的病痛转移到我身上。好了，登机吧。好，慢点哈。走了。好，回吧。慢点儿。陈兰兰的胃癌手术在10点半，现在已经12点了，我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看来只要离开医院，我就不会被转移病痛。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请您关闭所有电子设备，并系好安全带。我终于摆脱了前世命运。小姐，你没事吧？小姐。月月，你可算醒了。哎，我这是在哪儿？在咱们医院呢。怎么又回来了？哎呀，吭声说你在飞机上吐血晕倒了，你把我吓死了。我没事儿。我明明已经离开医院了，为什么还会这样？姐姐把我手机给我。好。今日中午12点，天海医院神医陈兰兰再创医学奇迹，为胃癌患者进行胃部分切除缝合手术，术后患者恢复状况极佳。为证明手术效果，患者在记者镜头前当场喝下2瓶烈酒配朝天椒，面色红润，无任何不适，堪称医学史上的里程碑。陈医生真是神医啊，缝合过程完全没打麻药，我却一点事都没有。是
甚至约定于你让我养胃喝几个月的白粥，可医生却说喝坏的汤还能治，一样的无痛。这才是服务人民的好医生啊！为什么我明明已经辞职了，跟陈兰兰已经毫无关系了，为什么还会被疼痛转移？难道我真的难逃一死吗？秦医生，你自己也是医生，还敢酗酒？你知道胃出血有多危险吗？真把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儿。我没有酗酒，为了突发情况能随时待命，我从来不喝酒。1个月前，我们科室也收到了一个和你差不多的患者，也是胃出血，一口咬定他没喝酒。他也说他没喝酒。是啊，非说是他同事给别人做手术，把疼痛都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了。你说你们都是医生，怎么都说这些离谱的事情？肯定是喝多了酒，不好意思承认罢了。杨医生，你告诉我，那个患者叫什么名字？秦医生，你这是怎么了？杨医生，我求你告诉我那个患者到底叫什么名字？那个姑娘1个月前就没了。啊？她是怎么死的？突发性多器官衰竭。秦医生，我知道你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之一，但身体是自己的，再这样折腾下去，你迟早也是这个下场呀。我没有希望了，是吗？那个姑娘去世前倒是联系过一个记者，我可以把那个记者的地址写给你。那个记者手里说不定就有揭露陈兰兰的关键证据，我一定要找到他，不能让那个女孩白死，更不能让自己重蹈覆辙。你好，是陈明记者吗？你是？1个月之前有没有一个医生姑娘找过你，说是她的同事做无痛手术，把疼痛全都转移到她身上了？你找错人了。陈明记者，我需要你的帮助，不然我会跟她有一样的下场。谢谢。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我跟他有一样的遭遇，他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没有酗酒，也没有装病，而是被一个人用某种诡异的手段转移了手术疼痛和后遗症。我承认，之前有个女的找过我，说的情真意切，但是疼痛转移这种事儿实在是太荒唐了，超出了科学认知，我没办法相信。我知道你肯定不相信，但是我可以证明，您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线人，到陈兰兰所在的医院挂她的号，只要我的身上出现了对应的伤口，您就知道了。喂，阿凯，你去一趟天海医院，挂陈兰兰的号，就说手腕扭伤，需要复位。这是真的。喂，月月，出大事了！刚刚首富来医院，花重金求陈兰兰给他的女儿做脑组织摘除手术，陈兰兰已经答应了。什么？上一世脑组织摘除手术是在1个月后，这一世为什么会提前了？陈记者，陈兰兰已经答应给首富千金做脑组织摘除手术了，她连最基本的医术她都不懂，她这样做她就是在草菅人命啊！脑组织摘除这种高难度手术她也敢接？她连最基本的穴位她都认不全，就一个手腕扭伤，她竟然要开刀打骨钉。如果她真的做了这个脑组织摘除手术，我就会当场丧命。如果到那时候我还没有发现真相，我只会再次死去。陈记者，我需要你来帮我。你要我怎么做？您可以带着摄像机
到医院去，要求他们手术直播。只要在直播中能够抓到陈兰兰那些荒唐的操作，就一定可以彻底揭露她的真面目。陈记者，我求求你帮帮我吧！如果你不帮我的话，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求求你了。来，好，你放心，我一定帮你。陈医生，你好，我是民生记者陈明。听说你要为首富千金做一台高难度脑组织摘除手术，为了让更多的医生学到您的天才医术，同时呢，也为了让普通患者感受到医学的进步，我们希望对您的手术全程进行直播。这手术涉及患者隐私，不能直播。陈医生，好的医术应该造福大家。您垄断了这个医术，将会有多少患者失去治疗的机会呢？是啊，陈医生，您不是一直说医术是用来造福大家的吗？你的手术费被炒到100万，普通百姓根本负担不起。直播手术让更多医生学习，难道不是在践行医者仁心？就是啊，凭什么只有有钱人能享受神医的治疗？直播出来让大家都学学嘛！就是首富千金的命是命，我爷爷的命就不是命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个技术是老师传给我的，我自己也不会教。哎，陈医生，我们可以先录下来，让医生们自己去学呀。陈医生，这个技术还是造福大家比较好。陈医生，这刀还没有消毒呢。我知道。我去，这是什么操作？梦回古代啊，用白酒消毒。月月，好痛好痛！为什么明明都直播手术了，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真相？难道我还是难逃一死吗？月月，你坚持住，走，我马上带你去医院。走。不是脑组织切除手术吗？怎么给肚子划了一刀呀？而且这把刀好像没消毒吧？秦月月，你以为辞职就能逃过这一劫吗？我师傅说了，贴身衣物能让患者感到安心，也就感受不到疼痛了。这是什么操作呀？这，您放心，陈医生的无痛手术技术那是有目共睹的。要是把我女儿治不好，我让你们全医院的人陪葬。黄河，陈医生，这你纱布。
也不见了。天哪，还真有这么神奇，没有一点手术痕迹。瑞瑞，你再坚持一下，我们晚上就到医院了。他脑子有病，所以需要彻底消毒。我知道我是怎么会转移疼痛的了，原来真相离我这么近，吉吉，赶紧把我送到最近的私立医院，摘除我的脑组织。月月，你是疯了吗？那是健康的脑组织，你如果摘除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钱女士，你的身体极度虚弱，现在做这种开创性手术，我愿意自寻死路。这是我的手术免责声明，记住，一定要摘除我的脑组织。陈兰兰，我终于知道你转移病痛的手段了，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叶子，陈医生摘除的是手腹前倾好的脑管，这操作杀鸡都没他粗暴。他的手都在动，脑部手术要是有分毫差距，别人都是要大出血，甚至脑死亡的。黄哥，陈医生，纱布还死？我是医生，你是医生。缝合。秦月月，你就安心去死吧，你的命正好用来当我晋升副院长的垫脚石。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他疯来着？这就是你说的医学天才！我女儿要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要把你们全医院的人都碎尸万段！怎么会？无痛手术失效了！患者现在很危险，若是摘除健康脑部组织，只会更危险。医生，这是月月的免责声明，他马上就要没有生命体征了，就按照他说的去办吧，摘除了他的脑组织。准备手术。陈兰兰，我将你碎尸万段！女儿，手术很成功，病人可以出院了。手术成功？女儿你怎么样了？手术成功？这能成功？手术成功，难道不应该住院观察吗？爸，女儿，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啊？爸，真的一点都不疼，睡一觉起来就好了。脉搏正常，瞳孔对光正常，甚至连伤口都没有啊！手术成功了！这也太神了！这脑袋折腾了这么多次都没事儿。陈医生，我也要约你的手术，我也要约！我要做！秦月月，你就不要再垂死挣扎了，就安心去死，做我的垫脚石吧。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为了庆祝我院陈兰兰医生完成了史无前例的脑组织摘除手术，全程无麻醉、无疼痛、无后遗症。这不仅仅是我院的荣耀，更是
整个医学界的里程碑啊！为了表彰陈医生的卓越贡献，经院方研究决定，即日起任命陈医生为我院的副院长，全面负责无痛手术项目的推广。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副院长。你好，打断一下，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爆料，说医学天才陈兰兰学历造假，高考只有168分，连专科线都没有过。所谓的海归医学博士文凭是买的水货，请陈副院长给我们一个解释。真的假的？可是陈兰兰的脑组织摘除手术可是全球直播，这也能造假？之前被辞退的那位秦医生可是正儿八经川大毕业的高材生，5年才当上主任医生。他呢，才半个月就当上了副院长，手术还做得那么差，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蹊跷。就是168分的学渣敢上手术台动脑子，这不是谋杀是什么呀？我导师可是西北的王医生，都被吓得放下手术刀要出家了都。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大家冷静点，冷静点！我可以保证，陈兰兰医师的水平是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场安排陈医生做1台手术，保证是合法合规的无痛手术。现场，陈兰兰，你怎么回事？你必须给我合法合规的完成无痛手术，证明你的水平。院长，我现在不能手术。不能做手术？你可别忘了，你跟我签了10年的合约，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如果你单方面停止合作的话，需要100倍赔偿院方为你付出的宣传费，一共5个亿。你有这么多钱吗？我要么完成无痛手术证明的水平，咱们继续赚钱；要么就准备好5个亿的赔偿金，不然我就起诉你，让你把牢底坐穿。好，我同意手术。笑，去请1名患者过来。好的，院长。陈医生要现场手术，向大众展示技术。陈兰兰，你又在装什么？你以为你做了副院长就可以不做手术就可以偷懒了？快点！现在秦月月已经死了，我上哪儿去做无痛手术？不行，院长，我真的做不了手术。别啰嗦，你今天必须把手术给我做完，把我损失的钱给我补回来。快点！不行，我真的做不到。不行，我真的做不到。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做手术了。秦月月死了，我也没法再做无痛手术了。反正靠之前的手术钱也赚够了，正好趁这个机会全身而退。最近网络上的言论让我的内心十分受损，既然我的医术无法获得大家的信任，那么我宣布从此暂停所有的无痛手术，正式退出医坛。我现在被逼得拿不起了手术刀，那个买水晶黑我的人，他现在已经得逞了。到底是谁在黑陈医生，害得我都没法做无痛手术了？不管是谁，必须把这个人揪出来，给陈医生跪下道歉。其实我私底下查过，那个网上的 IP 账号是秦师姐。本来我不想说的，毕竟我和秦师姐也好歹共事一场，可是他嫉妒我，还要买水晶黑我，他想毁了我呀！是被开除的那个秦月月吗？他自己没本事，就找水晶黑陈神医。
又是这个秦月月搞的鬼，他人呢？赶紧把他揪出来，给我们道歉。秦月月，反正你已经死了，就再帮我最后一次吧。我会拿着你用性命换来的钱过最潇洒的日子。你们也不要怪师姐了，毕竟她已经……师妹既然做不了手术，不如就辞职吧。反正无痛手术，我也会。秦月月，你怎么会在这儿？秦月月，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已经……师妹，怎么了？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只是辞职了，我又不是死了。师姐，我只是惊讶，你不是已经辞职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秦医生，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会无痛手术吗？当然是真的。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会无痛手术啊？师妹，你不是慷慨的进行了直播手术吗？我看了视频了，当然就学会了。不可能，我根本就不会。根本就不会什么？师妹不会，根本就不会医术吧？师妹倒是跟大家说清楚啊。师姐，我知道你就是嫉妒我会无痛手术，嫉妒我有院长的器重。可是我现在都已经被你逼得拿不起手术刀了，你还要我怎么样？陈医生毕竟刚给首富千金做完手术，怎么可能不会医术呢？而且秦医生突然说会无痛手术，确实有点蹊跷。既然大家对我和陈兰兰医生的医术有所质疑，那不如我们就进行一场直播吧，让全球的人民一起来做个见证。陈兰兰，你不是一直说我嫉妒你的无痛手术吗？不如我们就比试一场。比什么啊？就比谁才会真正的无痛手术。我才不跟你比！陈医生都做了几十场手术了，难道他会怕刚学会的秦医生吗？你还没有看他的手术视频吗？他的技术那么差，我真是没有想到他到底是怎么做到无痛的。秦月月为什么没死？难道他发现了真相？我的疼痛转移还能生效吗？秦月月，你真的会做无痛手术吗？不会是骗我吧？我当然会了，不过就让我一个人展示技术，多没意思呀！我想和陈兰兰医生一起来进行一场直播比赛，到时候让行业内的专家医生全都来现场，大家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医术。要是秦月月真的也会无痛手术，那我们医院就2个神医招牌了，到时候患者挤破头赚的肯定比现在多。我不同意。师妹，你平时一直说医者仁心，我这可是推动医学发展的好事儿啊，你为什么不同意？陈医生，你看看，大家都这么期待，你不是就答应下来和秦医生比一比也好，向大家证明你的实力，同时也能打消大家对你的顾虑吧？啊！秦月月肯定是为了炸我，要稳住。好啊，师姐，到时候你可别把病人给治死了。谁说我要用病人了？我们不用任何病患，直接自己给自己做手术。师妹，你不会是不敢了吧？秦月月，你自己找死，能不能不要拉上我啊？你这话说的，身为医生，只有让自己不疼了，才能够在患者身上去做治疗。你不会不愿意吧？陈兰兰，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之前你给我们治疗是为了做实验吗？你自己为什么不能给自己做实验呀？难道你的命就高我们一等呗？要是你不敢做手术，就把我们的手术费全部退回来。对，退钱！秦月月这个贱人，就是故意设计我。陈兰兰，你赶紧答应，要不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好，我答应。大家放心，陈副院长已经答应了，时间就定在1周后，比试全程直播。秦月月，咱们好歹同事一场，你没必要这么搞我吧？是谁在搞谁，你我心知肚明。陈兰兰，你欠我的，我会一点一点的讨回来。你
月月啊，你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你这才康复1周，真的要和陈兰兰比吗？现在担心下一周比赛的不是我们，而是陈兰兰。月月，你受了这么重的伤，陈兰兰的手术又有极大的失误，我今天看你跟没事人一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秘密要留到合适的时间说。吃饭吧。为了精进无痛手术技术，我院副院长陈兰兰和医师秦月月之间的无痛手术比拼大赛即将启幕，究竟谁的技术更胜一筹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2位选手上场。秦月月，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故弄玄虚吗？这根本就不会无痛手术，我答应你，一会儿上去我就主动认输，然后让你回医院，你别拉着我拼命了成吗？好啊，毕竟这个世界上谁真的会做无痛手术呢？难道秦月月发现什么了？大家好，我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之前我的师妹陈兰兰在网上被人造谣。原来是要说这个。秦月月这个蠢货被我3言2语就给骗了，怎么可能知道无痛转移的真相？现在我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我十分的心痛，所以花了1半的积蓄找了一个私人侦探去调查这件事情，想要知道是谁在黑我。不准说。秦医生，你快说到底是谁？我绝对饶不了他。前2天我刚要做鼻息肉切除，结果这个陈兰兰因为这件事情不做手术了，害得我疼了好几天。她就是陈兰兰本人。自己做的？他是不是疯了呀？怎么会有人自己报自己的学历，买自己的黑帖啊？难怪他之前说被爆黑料无法做手术，合着是自导自演。陈兰兰压根就不会无痛手术，合着我们还在这儿等他出山。秦月月，你不过就是嫉妒我升了副院长。我告诉你，造谣可是要坐牢的。师妹一贯会颠倒是非黑白啊。大家请看，这就是证据。陈兰兰如果会做无痛手术的话，为什么要自己做局，让自己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手术呢？陈兰兰疯了吗？听说你这几天医院损失了多少钱吗？现在立刻把损失给我补回来，否则我让你倾家荡产。陈医生这样做不仅无法再次手术，连医院名声都臭了呀。可是陈兰兰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很简单，陈兰兰故意抹黑自己，为的就是不用再进行无痛手术了。陈兰兰以为我死了，无法再进行病痛转移，所以爆出自己黑料，再卖一个被人网暴而无法再次拿起手术刀的可怜人设，便可以把之前做的一切掩盖过去。可惜这一世我没死，打破了他的计划。你胡说，少在这血口喷人，我不过就是太累了，想休息几天而已。陈兰兰，你不要再装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无痛手术了。秦月月，你少在这污蔑人，我不过就是因为连续高强度的工作太累了，累到了极限，所以想休息几天。倒是你少在这骗人了，你根本就不会无痛手术。行，那我们就比一比，不用麻药，自己给自己徒手插胃管，不会恶心，也不会呕吐。你确定我不会吗？我的天哪，说插就插，一下子就塞进去了，一点都不带犹豫的。这陈兰兰都不敢在自己身上试，秦月也太勇了吧？是谁之前造谣说他嫉妒陈兰兰的呀？怎么会？他
他怎么可能会？陈兰兰，该你了。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会？你把疼痛转移给谁了？疼痛转移？陈兰兰在说什么呀？不是无痛手术吗？怎么还转移啊？师妹，你在说什么呀？我根本就听不懂。就不要再说什么疼痛转移这样的胡话了，赶紧插胃管吧。秦月，你别过来！不敢了，哼！之前不还说自己是神医吗？怎么现在插个胃管都不敢了呢？肯定是骗子！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找你做无痛手术，合着你把我们当实验品啊？退钱！必须给我们退钱！就是，赶紧插！今天不给我们证明清楚，我们绝对会善罢甘休！师妹，快插吧！你总要给大家证明一下你的技术啊！毕竟你都做了好几个月的无痛手术了，总不会输给我一个刚学的，对吧？陈兰兰，你不做也得做，现在就把胃管给我插进去，否则不仅那5亿赔偿金1分不能少，我还要让你在整个医疗界都混不下去，一辈子翻不了身。好，我做。怎么会？胃怎么疼得这么厉害？怎么还会被转移疼痛？师姐，你说的对，医者仁心。我总不能连自己都没有尝试过，就敢给患者做手术吧？我现在也用实际行动表明，我的技术是靠谱。看来我们之前确实误会陈医生了。秦月月，你该不会真以为疼痛转移这种事，你随便搞点小动作就能解决吧？不可能，我明明已经……不可能！原来师姐是吃了止疼药才敢给自己做手术的呀！吃止疼药做手术？师姐，我知道你一直很在意自己连少名医的称号，不甘心输给我这样的后辈，但是你也不能作弊呀。现在好了，这药效过了，胃就开始不舒服了。什么？秦医生作弊吃了止痛药？我说刚才插胃管的时候怎么面不改色的？真是太让人失望了吧！亏我还以为你真有本事呢。他怎么还能够转移疼痛？不行，我不能再让他得逞。哼！作弊，你未免也太瞧得起自己了。我初中连跳2级，高一第1年就被顶级医学院破格录取，15岁就发表第1篇医学论文，直接登上《纽约时报》医学版。这么多年，我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天赋，获得的是业内公认的成就。跟你比试，我犯得着用作弊这样下作的手段吗？那些都是些陈年往事了。那你现在胃疼怎么解释啊？要不是因为药效过了，能疼成这样？胃疼说明不了什么。你如果觉得我是作弊的话，那不如我们在病人身上再比试一场，你敢不敢？蠢货，再比一次，你也会更狼狈。可以啊。是罕见型血液病，这种病要切割多处毛细血管，每一根都如同发丝一样，刀法稍微有点偏差就会引起大出血，患者就有可能当场毙命啊！就算是国内顶尖外科专家也不敢轻易接受，稍有不慎就是医疗事故啊！要是他们能把这个手术做好，那可真就是华佗在世，更别说无痛手术的成功了。罕见血液病毛细血管切除手术比赛正式开始。秦爷爷，你以为你能发现疼痛转移的真相？别做梦！陈兰兰，不知道你又用了什么邪术，但你一定会再次露出马脚。秦医生，手套。心里怎么样？血压正常，但是血氧饱和度不是很好。
秦医生，您怎么了？秦月月，你再怎么挣扎都没有用，今天让你去死！不行，坚持住，患者还躺在床上。没事，继续。是，秦月月，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陈医生，这里的毛细血管最多了。慌什么？看我的！秦医生，患者血氧饱和度持续下降，如果再不动手止血的话，患者就要撑不住了。没事，到。秦医生，月月，你没事吧？实在不行，咱不比了，好不好？我没事。陈兰兰，你到底用了什么邪术对付我？你到底有多恨我呀？将我置于死地！秦月月，你再挣扎也没用，这场比试我赢定了。师姐，这可是关乎患者性命的重要手术，你总不能因为自己技不如人就想装晕放弃吧？这病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为了争一个输赢，不顾患者安危装晕，还诬陷陈神医，真是缺德呀！技不如人就承认吧，真不要脸！秦月月，滚出医学界！滚出医学界！陈兰兰，前一世你踩着我的尸体走上人生巅峰，如今又故技重施，也要看我答不答应。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现在准备缝合。陈兰兰，这一世我也要送你一份大礼。陈兰兰，这一世我也要送你一份大礼，不知道这瓶烟灰水你受不受得住？患者都要病危了，秦月月还有心思喝水？这陈医生手术马上就成功了，看来秦月月是知道自己比不过，要认输了。师姐，你要是这么在乎输赢，我可以让给你，但求你别拿患者的性命开玩笑。怎么这么臭啊？谁拉这儿了？这公众场合怎么有人放屁啊？这味道好像是上面飘来的。没事没事，人之常情嘛，人之常情。难道这是食物转移？秦医生，患者还在危急状态，手术还没完成呢。不着急，我刚才有些低血糖晕倒了，需要吃点东西垫一下。啊，吃饭？什么情况？秦医生这是放弃手术了？怎么开始点外卖了？太离谱了吧！患者情况危急，他怎么有心情点外卖啊？师姐，你怎么回事啊？这患者等着救命呢，你光想着要点外卖，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您都饱了吗？外卖已接单。秦医生，您先以病患为主啊，手术完成了再吃也不急啊。这边。这都什么呀？浑身好像都馊了吧？师姐，你是不是想故意吃坏肚子，然后不手术啊？辣椒配地沟油，陈兰兰接招吧！秦月月，你太过分了！患者还在里面命悬一线，你还有心思在这吃这种东西？赶紧回去给我做手术！怎么又是这个味儿啊？这到底是谁呀？放屁这么臭！这什么味道？不是要拉裤子了吧？陈医生这是怎么了？手术还没做完呢，患者还躺在手术台上等着缝合，他要跑去哪儿啊？他陈副院长，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你的患者还在手术台上躺着呢，该不会刚才那个屁是你放的吧？陈副院长，这是什么环境啊？你在这乱放屁！我们现在是在手术比赛，在这等着的全都是被治疗的患者，你这样乱放屁，万一污染了环境，感染了患者怎么办呀？就是，这么重要的医疗场合，他
他既然不顾自身的形象，这简直就是拿患者当儿戏啊！医疗场所最讲究无菌环境，他这样做不仅不专业，还会给患者带来健康风险，太过分了！院长，这事儿你必须要给我们个交代啊！陈兰兰，你怎么回事你？你别吃了！我吃我的饭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只有吃饱，我才能好好去做手术啊！这是吃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恶心啊？秦月月，你都吃了什么馊的东西啊？放屁，把人臭死了！原来是你放屁呀！真是太恶心了！你在手术室吃东西就算了，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放屁，你真是没有医德呀！医疗场合如此神圣，你不光违规进食，还做出如此不雅动作，必须严惩！秦月月，你太不像话！患者在手术台上躺着，等着救命，你还在这吃吃喝，还做出这种污染环境的事，简直是没有半点医德！现在，马上回去手术台继续手术，否则立马给我滚蛋！我相信月月，他不是这样的人。一个文职，以为穿着白大褂就是医生啊？再敢多说，跟着一起滚蛋！没事，琪琪。清者自清，这个屁是谁放的？一会儿自然就见分晓了。师姐，你有病啊！这里等着的都是急救病人，谁有空在这等你放屁啊？托你的福，我是有病，不过这个屁可是你放的。陈兰兰，你干什么去？学长，我剁了他，你让我去上厕所，我不行了。给我憋住！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你不能走。我憋不住了，院长。这味道好像是从陈兰兰那传出来的，臭死了！我的天，这陈兰兰怎么拉到地上了？太恶心了！这以后谁还敢找她做手术啊？这简直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陈兰兰，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不好了，陈医生患者伤口被感染了，体温骤升，心率紊乱。手术违规操作，还在公众场合做这种丢人的事儿，导致患者感染，医术不行，人品更差。准备手术。准备缝合，手术成功。随时注意患者情况。好的。各位，我负责的患者手术圆满成功，生命体征已经趋于平稳。另外，陈兰兰医生手术中感染的患者，经过紧急抢救，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秦医生，你太厉害了，不愧是有少年神医的称号啊，还得是靠你啊！秦月月医疗技术过硬，如今又学会了无痛手术，召回医院肯定会给我带来更高的收益。秦医生，辛苦了，手术非常成功。既然你能完成这类型高难度的手术，那之前的事儿就过去了。继续回医院任职吧。也好，我倒要看看陈兰兰是用什么新花招转移病痛。无痛手术神医当众拉屎，这也太离谱了。对呀，听说患者是因为他当众拉臭导致患者感染，这哪里是治病啊，这分明是害命啊！幸好我没找他挂号，像这种医德败坏、技术稀烂的医生，迟早得被全行业封杀。陈兰兰，你知道你这次给医院丢了多大的脸吗？怎么了嘛，院长？
怎么了？啊，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现在全网都是你的负面消息，这患者都不敢来咱们医院挂号看病了，这得给咱们医院造成多大的损失啊！院长，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不知道？我安排医生查过了，你是吃坏了肚子才导致的失态。这手术前你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都什么呀？浑身好像都馊了吧？师姐，你是不是想故意吃坏肚子，然后不手术啊？齐月月，一定是你搞的鬼！院长，你别生气嘛，这别人可不会做无痛手术。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医院解决问题，为医院带来更大利益的。只要你能摆平这件事儿，挽回咱们医院的损失，我肯定会帮你的。院长，你就放心吧，我自有办法。秦月月，看你还能笑到什么时候，你就等着做我的替死鬼吧。那就是咱们医院的无痛神医啊！听说呀，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一泻千里呀，他也不怕今天也拉在手术室里。里面那个病人可是院长的大客户，他还敢做今天的手术。陈兰兰还想用手术害人，我不会让你得逞的。今天值班都辛苦了，我请你们吃爆辣川菜。哇，这川菜可真够劲儿啊！哎，秦医生，你天天吃的这么辣，肠胃怎么还这么好啊？是啊，平时吃一点辣就闹肚子。我的胃可是铁胃，就算天天吃魔鬼变态辣，都不再怕的。真羡慕啊！我要是有这样的胃就好了。可惜点，准备手术。这个病人可是院长亲自引荐的大客户，手里握着上亿的医疗合作项目，只要把这台手术做好，还不赚得盆满钵满。陈医生，手术室是无菌环境，你这味道也太大了。陈兰兰，一切才刚刚开始。先生，陈医生手术过程中突然丢下病人就跑了，我们实在处理不了，您快回去帮忙看看吧。我来接手。手术很成功，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谢谢你，秦医生。不客气，送进病房吧。我当了这么久护士，还是头一回见，居然有医生手术途中丢下患者自己跑了的。陈兰兰，是你们院长求着我过来，结果你把我儿子扔在手术台上自己跑了，这样不负责任的医院，我们是不会注资的。不是的，李总，是秦月月，是他故意吃垃圾食物，然后转移食物到我身上，害我肚子疼，没完成手术。师妹，这你就冤枉我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食物转移呀？是你自己肚子疼跑了，把患者扔在这儿，凭什么诬陷我呀？我真的没有装病，我是真的很疼。院长，是陈兰兰，她做的所有的无痛手术都把疼痛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才……荒唐！你自己不想工作就算了，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新来的实习生身上，你呀，真是太令我失望了。陈兰兰，前世无论我怎么说，都没人相信我。今生我也要让你尝尝这个滋味。肯定就是你，就是你把食物转移到我身上了。陈副院长，你可真是会倒打一耙，你自己跑了，把患者扔在床上，我好心帮你完成手术，这怎么我给你擦屁股了，你还反过来冤枉我？
为了推卸责任，竟然编出食物转移这么荒谬的理由。别说不给你注资了，你就等着被开除吧。我没有编造理由，就是他把食物转移到我身上了。那我还说你做的无痛手术是把疼痛转移到我身上了呢。你胡说什么呀？我无痛手术关你什么事儿？但你肚子疼关我什么事儿啊？但你肚子疼关我什么事儿啊？吵什么吵？李总，您也在。令郎，这手术都顺利吧？就说我医院陈医生的无痛手术水平那是……陈医生，你还是自己问问你们的陈神医对我儿子做了什么吧。院长，都是季师姐，是她嫉妒我，她给我下泻药，害我肚子疼没完成手术。秦月月，你竟敢给陈医生下药，使他没有完成手术！你知道患者是谁吗？怎么敢这样胡来呢？院长，饭可以乱吃，话你可不能乱讲。是陈兰兰肠胃不好，吃坏了肚子，她跑了，把患者扔在手术台上，凭什么赖我呀？师姐，我从今天早上就开始准备手术，忙了一天，一口饭没吃，就喝了一口水。师姐，你就是嫉妒我患者多，伸直快，故意给我下泻药，害我拉肚子，完成不了手术，想抢我患者。如果只喝了一口水的话，还真有可能是秦月月给陈医生下的泻药。毕竟都在一个办公室，想要下药啊，太容易了。为了抢患者，让我的儿子承担风险。秦月月，我刚才差点被你蒙蔽了呀！你也太恶毒了。陈兰兰，你怎么又放屁了？我这刚跟你见面，总不能说是我给你下的泻药吧？我看呀，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下药，分明是陈兰兰当了院长之后就开始偷懒，故意自导自演的这出戏，想要故意推掉这场手术。怪不得刚刚手术做到一半就跑了，说不定从刚开始就没打算好好做，就想栽赃秦医生吧。院长，是你求着我来你们医院的，还拍着胸脯保证什么无痛手术，结果你就是让这种在手术房里拉屎的庸医给我儿子做手术的吗？要不是秦医生，我儿子就死了。李总，陈医生手术一向是很成功的，这次是个小意外呀。意外？院长，陈兰兰犯了这么严重的医疗事故，你却说是个意外？李总，这就是意外，就是秦月他故意。闭嘴！还不快给李总和秦医生道歉！对不起，李总，都是我的错。对不起，秦医生，是我错怪你了。院长，陈兰兰把患者扔在手术台上，这已经是第2次了。她违规医疗藐视生命，你就只是让她道歉？院长，你还想当着李总的面继续包庇她吗？我院是国内数1数2的医院，绝不会包庇下属。鉴于陈兰兰医生在本次手术中严重失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撤销其副院长的文件，降为实习医生。秦月月，昨天的事是不是你搞的鬼？我告诉你，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转移的食物，我都有办法对付。你要是脑子不好，到楼下精神科去看看，别在这里胡搅蛮缠，说一些胡话。你装什么呀？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转移的食物？师妹既然这么说，那我就告诉你，只要你不告诉我解除疼痛转移的方法，我就不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我们不死不休。月月，兰兰，你俩到办公室来一趟。医学手术大赛，全国顶尖医学手术大赛下个月开赛，上级指定我们医院派2名代表参加。我决定了，兰兰、秦月月，你们2个组队参赛。兰兰，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院长，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为医院争光的。前一世，我因为陈兰兰的无痛转移而惨死，而陈兰兰却踩着我的尸体走向人生巅峰。这一世，你们休想成功。院长，您不能让陈兰兰参加比赛，她连最基本的手术规范的……月月，上次只是因为我肠胃炎发挥不好，才侥幸让你捡漏获胜的。再说了，
院长都让我参赛了，都遭到你管。明月，没有资格质疑我的工作安排。你们两个都给我好好准备比赛。院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准备的。月月，我都已经听说了，院长让你和陈兰兰一起参加医学手术大赛，可是你这身体根本也扛不住啊。所以，我要在下周比赛之前尽快找到破解疼痛转移的方法。爸妈，爸妈，爸妈，你们怎么才来啊？前段时间都怪秦月那个贱人，要不是他，我早就当上副院长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一世我还是难逃一死？姑娘，你近期被小人缠身，遭人恶意陷害，是否时常疼痛难忍？大师，你怎么会知道我到底为什么会感到疼痛？靠这儿，只待你自己发现了。大师，您能否再指点一下，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解除疼痛转移？如果实在疼痛难忍，将其烧灰泡入水中，引进转机自会来到。但你们之间还有更深的羁绊未断，疼痛还不能彻底根除。更深的羁绊是什么意思？想要让疼痛转移生效，必然是施术者与受术者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源于你二人共有的某一样东西。只要找到那件东西，将其破除，疼痛转移自然就失效了。共有的东西，我和陈兰兰除了同门的身份之外，没有其他的共同之处了呀。凡有所果，必有所因，切记新闻则露面，切勿被情绪左右。难道大师说的人就是陈兰兰？可我和她明明是后来才认识的同门师姐妹，怎么会有早年的纠葛？月月，你不是要调查陈兰兰吗？来这荒废的福利院干什么呀？我以为这样就能够切断疼痛转移，但是没有想到这只是最潜藏的联系。我和陈兰兰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羁绊。院长奶奶，我来看您了。月月，是你啊！哎呦，这么多年没来过，你看，我给长大了。院长奶奶，我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孩子，有什么事要问，奶奶知道的就给你说啊。奶奶，您还记得陈兰兰吗？她有没有在咱们孤儿院待过？记得。兰兰和你小时候都在这儿长大，还同住一个房间呢。那时候呀，你们俩的关系还挺好的。后来呀，你们两个的亲生父母都陆续找来，把你们各自接走了。自那以后，你们就断了联系。这不是你爸妈，怎么会是陈兰兰的亲生父母？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谢谢你，院长奶奶。月月，你已经知道疼痛转移的真相，今天啊一定能获胜的，大不了啊，让陈兰兰做不了手术。比赛即将开始，请参赛选手到指定区域准备。我去准备了，好，加油！师姐，既然你执意要跟我比，那就等着当我的替死鬼吧。我这个前辈也有一句话要送给你：学医不能浑水摸鱼，否则小心引火烧身。
我已经吃过几次亏了，怎么可能再让你得逞？为了保证比赛的专业性和安全性，从现在开始，所有参加比赛的医生不能吃任何东西，全程由工作人员监督。凭你还想跟我斗？这次的医学大赛，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夺冠。这夺冠倒是不难，只是怕比赛的时候那个秦月月又搞什么歪门邪道来害我。你想怎么办？院长，比赛的时候你别让那个秦月月吃饭，我保证能赢。没问题啊！这秦月月可不知道，赢了比赛，奖金有1个亿呢。到时候我跟你平分。师姐，咱们做医生的总得为患者考虑，你不会介意的吧？你以为不让我吃东西，我就没办法了？什么意思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虚张声势，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我解除疼痛转移？别做梦了！请秦月月、陈兰兰2位选手组成一组，为即将登场的小患者进行全面诊断，并共同制定最佳手术方案。患者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疾病，房间隔缺损，直径有1毫米，情况十分危急，需要马上进行开胸手术。不对，测量切面不是这么看的。彩超剑下4强新切面明确标注，房缺实际直径只有0.3毫米，属于微小缺损范畴。这种尺寸的房缺根本就不需要临床干预，大概率60%以上的可能能够自然闭合。2个大夫，2个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到底谁说的才靠谱啊？不过之前我听说新生儿患这种病是很常见的，没有说的这么严重吧？反正我能转移疼痛，说的越严重，手术成功后我的威望就越高。秦月月，就让我踩着你的尸体走向巅峰吧。师姐，你别拿患儿的性命赌概率，这万一闭合不了，延误治疗的责任你担得起？患儿缺损的部位靠近房心瓣，随时可能因为血流冲击加重缺损，引发心力衰竭。不过，如果由我亲自操刀的话，我保证一次性封堵成功。真的吗？我的女儿有救了！不能签字！陈兰兰，你这是草菅人命！你连术前彩超你都看不懂，连最基本的术前检查你都没有做，就要这样盲目的去给孩子做手术吗？他要是没病，为什么躺在手术台上？是喜欢做手术啊？根据患儿的体型还有器官发育程度来看，他是一个早产儿。对早产儿来说，心脏发育不全是很正常的，差不多4岁左右就能够发育成了。万一没有闭合，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师姐，他现在才6个月大，人生才刚刚开始，你难道为了赢我，连他的性命都不顾了？患儿心电图窦性心率完全正常，心肌酶数值也没有任何异常。0.3毫米的房缺，在儿科临床上根本就不需要干预。师姐，如果你今天阻止我给他做手术，他都活不过4岁。陈医生，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这么1个女儿，只要能治好她的病，我们什么都愿意付出。那就签字吧。那就签字吧。他要给你女儿做的胸腔镜手术，是给房缺大于5毫米，并且有明显分流的孩子做的。你女儿根本就不需要做，相信我。你说的自动愈合有60%的可能性。我们对不起。可是师姐，你自己技不如人，为了赢连人命都不顾了。这秦医生太恶毒了，连小孩都不放过。秦月月，你又在胡闹什么？陈医生诊断正确，赶紧配合手术。陈兰兰，你自己几斤几两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已经知道了转移疼痛的真相了，所以现在无痛不再起作用。
好笑，你以为疼痛转移是那么好解决的呀？师姐，你别胡闹了，这孩子情况紧急，你要是不愿意做，那就我来。陈兰兰，秦月月，给我站住！陈医生，秦月月，去死吧！这孩子怎么突然哭了？不是说无痛手术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小儿醒了，哭闹很正常，手术继续。陈兰兰，我再警告你一次，手术你不能再做了，否则后果……秦月月，不要影响我。继续。陈医生，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呼吸衰竭，需要抓紧抢救。怎么回事？我的疼痛转移失效了。你放开我！不要进来！冷静！怎么回事？秦月怎么没事啊？为什么这个孩子会疼成这样？秦月月，是不是你搞的鬼？你怎么没带？没带什么？没带什么？没什么。你怎么不继续做手术了？难道要像上次一样，把患者丢在手术台上不管不顾？你放屁！都是因为你害我，才导致我上不了手术台。我想起来了，上次陈兰兰当众拉屎，把患者丢在手术台，这次又把婴儿丢在手术台，这是拿人命当儿戏啊！陈医生，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女儿吧！你救救她！陈兰兰，你快救我女儿呀！我女儿万一有什么闪失，我要你赔偿！陈兰兰，你又想闹什么名堂？赶紧去做手术，别耽误时间。院长，我昨晚没有休息好，现在状态不好。像这种高难度手术，我不能拿患者的性命开玩笑。我现在不能做手术。状态不好，刚才不是挺自信的吗？不好，陈医生，患者的血压骤降，生命体征正在急剧恶化。滚开，蠢货！秦医生，这下怎么办呀？立刻准备市政检索，建立第2条静脉通路。这次需要保护度，随时汇报。是。放心吧，手术很成功。谢谢秦医生，谢谢秦医生。不可能，我的手术怎么可能会失败？怎么不可能啊？这个孩子，他的情况根本就不需要做手术，你执意手术，是你的手术加重了他的病情，甚至你还选了视角最不好的侧切。剖开之后，发现自己医术不精，就胡乱操作。陈兰兰，你知不知道，这个孩子差点被你害死了？陈兰兰为了赢比赛，竟然用孩子的生命开玩笑，太恶毒了！他连术前检查都不会，竟然敢动手术，这是草菅人命！我不是这样的，是秦月月，是他影响我，才让我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才导致手术失误的，都是他害我！是我让你误诊的吗？是我非要让你做手术的吗？你自己手术做不好，却要空口白牙的来污蔑我，还是说转移疼痛的真相被我发现了，你无计可施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听不懂？陈兰兰，你每次的手术，患者的疼痛和后遗症全都被你转移到了我身上。你少在这妖言惑众！我妖言惑众？那就请台下的所有同行上台来验证一下，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我是全国医学院的副主席，我来看看。我是12院的胸外科主任，愿意上台协助验证。经过我们检查，这个孩子心室缺损，实际直径只有0.3毫米，在早产婴幼儿的正常范围内。
我们是秦月的父母，我们可以证明兰兰的手术失败，全怪秦月月。月月，我从小就知道你嫉妒心强，见不得别人比你好，你赶紧向兰兰道歉。秦月月，你嫉妒兰兰比你优秀，故意在比赛中使坏，拖累兰兰，你必须要替兰兰承担全部的后果。可笑，你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如今证据确凿，却帮着一个外人说话。天啊，哪有自己亲生父母帮外人污蔑自己女儿的？你胡说！5个月前，一向对我漠不关心的父母，突然送了我一条手链，当做生日礼物。知道我有多开心吗？可是我没有想到，这条手链竟然也是帮助陈兰兰转移疼痛的关键方法之一。秦月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这手链是你父母送你的生日礼物，关我什么事儿？什么疼痛转移，简直无稽之谈！陈兰兰，你当真无辜吗？好，既然你说这条手链代表不了什么，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琪琪，帮我把我要的东西拿上来。秦月月，少拿个小袋鼠，可是吓唬我呢。陈兰兰，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转移疼痛究竟靠的是什么吗？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陈兰兰的无痛手术到底是靠着什么样的肮脏手段才实现的。我需要一位患者上台过来配合我做一个演示。秦医生，我来。秦医生，我这几天一直胸闷，你帮忙看看。你这个是气胸，很简单。大家看好，你跟我来。别紧张。警长，这怎么死了？来吧。不疼，一点都不疼。这就是疼痛转移，而陈兰兰的每一次手术都把患者的疼痛和后遗症全都转移到了我的身上。你胡说！这小白鼠就是凑巧而已。凑巧？我看你还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这就是疼痛转移的证据。陈兰兰在国外的黑市上拍下了这个脑管，而被植入的生物就会被转移疼痛。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脑管啊，什么黑市啊！秦月月，你少在这污蔑我！污蔑？不用我多说。接下来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大家就能够知道我有没有在胡说八道。琪琪，视频拿出来。在陈兰兰给手腹千金做手术的那一天，我也在医院摘除了我的脑组织。我的天，这是摘除了部分脑组织？摘了脑组织还能这么清醒的配合手术，秦医生居然还活着，这简直就是一件奇迹呀！秦月月，你割掉了脑管，为什么没有死啊？因为这根脑组织是多余的，所以我当然不会死。我的脑子里为什么会有一根多余的脑管？这就要问问我的陈副院长，还有我的好父母了。1年以前，我高烧40度，一直不退。我的父母第一时间没有把我送到医院，却送到了陈兰兰开的诊所里。成了，成了！只要这个脑管贴在他脑子里，我就能靠着无痛手术的名声一路高升，平步青云。从那以后，我就被转移了疼痛。陈兰兰，你还敢说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吗？而我的父母，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而是拐卖我的贼。而我的父母，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而是拐卖我的贼。你胡说八道！爷爷，我们从小把你养大，
你竟然编出如此离奇的荒唐谎言！琪琪，把照片给他们看一下。他们为了让陈兰兰过上好的生活，换走了我的人生，让陈兰兰顶着我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陈兰兰，我的父母给了你最好的资源，可是你为了能够继承财产，却换走了他们的药，把他们害死。而现在，你又想用疼痛转移的方法践踏我的人生。原来陈兰兰的无痛手术，竟然是靠这些邪门手段。之前我们找陈兰兰做无痛手术，全程没有一点疼，原来全部转移到了秦医生的身上。秦医生，对不起。不是我。陈兰兰，你以为在黑市上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不会被人知道？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些事情只要有人做，就会被人发现。陈兰兰竟然用国外黑市的邪门玩意来残害国人！陈兰兰，你这个贱人！贱人！陈建国、刘翠花、陈兰兰，我们接到报警，说你们涉嫌拐卖儿童、故意伤人、非法行医，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完了完了，全完了！陈兰兰，谁让你手术有严重失误，你就安心给我当替死鬼吧！警察同志，这全是陈兰兰做的，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兰兰，现在被开除了，立刻给我滚出医院！你说什么？要开除我？这几个月我靠着无痛手术给你赚了多少钱？你要开除我？好一处狗咬狗啊！还不明白吗？你就是他敛财的工具，现在你没有用了，所以他当然要把你踢开了。院长，您不会以为开除了陈兰兰，您就万事大吉了吧？什么意思啊？我们接到消息，称你与下属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以及贪污受贿等罪名。现在，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这都是秦月月故意给我设计污蔑我。这些话还是留着进去再说吧。把他们都带走，带回局里接受调查。是你毁了我！你干什么？把刀放下！你们都给我滚开，把我给放了，不然我就杀了他！陈兰兰，你自以为算计一切，但是却没有想到我能够转移食物，并且还能够找到疼痛转移的真相吧？我承认，你是比我想的厉害，不过那又怎么样？现在不还落在我手上？陈兰兰，放下刀吧，别一错再错了。我错了，我有什么错？我不过是想拥有更好的人生，谁不想要？谁不自私啊？那你就可以漠视一条又一条无辜的生命吗？那我可以治好他们的命啊！要是治不好，就他们自己命不好。其中也包括在诊所里被你疼痛转移害死的那个医生。你怎么会知道？原来你早就知道，所以你一直在算计我。秦月月，我没错，你把他老死！秦医生在本次比赛中展示出的精准业务能力，秦医生的技术和理念对推动医疗行业的进步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董事会决定由秦月月担任天海医院院长一职。陈兰兰在狱中硬说自己可以做无痛手术，给狱中大姐划了一刀，结果没成功，被大姐手下狂揍一顿。医生说伤到了心肺，熬不过今晚。这么严重？我进去看看。好的。秦月月，你现在看着我变成这样子，很开心是吧？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直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悔改。我悔改？我有什么错？我本该被所有人誉为神医，享受最高的荣誉和无尽的财富，可是这一切全部都被你毁了。你用转移疼痛的手段残害他人，甚至还害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孩和我的亲生父母，你都没有一丝的愧疚吗？愧疚？我有什么错？
我不过是想要得到更好的生活而已。你想要更好的生活，这从来都没有错，但是你选错了路，你把医学当成了谋利的工具。可是对于医生而言，真正的好生活是靠救死扶伤的初心挣来的，而不是这些龌龊不堪的手段。秦院长，这一沓呀都是今天下午手术患者的病历，您呀可是要忙得脚不沾地喽。医学不容亵渎，更不容沦为满足私欲的工具。它承载的是生命的重量，是无数人的希望，这才是医学真正的意义。